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世界首富伊隆马斯克的太空公司 SpaceX 终于要 IPO 上市了。这家成立于2002年，站在全球航天科技顶峰的企业，它的商业模式到底是啥？SpaceX 从哪里赚钱？市场给它超过1.5万亿美元的估值，到底合不合理？本期节目，我们从投资人的角度全面拆解 SpaceX 这家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充满科幻色彩的科技巨头，看看它能否为各位投资朋友们带来改变命运的财富机会。12月19日，路透社报道，SpaceX 正在进行 Bake Off，也就是公司上市之前股票承销商的选拔工作。凭借着和马斯克长达15年的合作关系，包括特斯拉上市和 X 平台的收购，摩根斯丹利大摩很可能成为 SpaceX 的首席承销商。截止到2025年12月，SpaceX 在二级市场的估值已经达到8000亿到1万亿美元。摩根斯丹利预计到2026年下半年 IPO 的时候，SpaceX 的市值可能突破1.5万亿美元。要知道，芯片制造老大台积电、股神巴菲特的金融保险巨头波克夏哈撒韦，他们的市值也都不到1.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 SpaceX 如果上市，将直接跻身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顶尖公司的行列。它的估值可能和 Meta、博通和特斯拉不相上下，相当的惊人。虽然 SpaceX 现在风头正盛，但是在20多年前，马斯克刚成立公司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却相当糟糕。故事还要从2001年说起。当时马斯克突发奇想，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火星绿洲计划。他觉得可以在火星上建立一个小型温室，通过向地球传回火星上植物生长的照片，来激发人类对太空的探索热情。为此，马斯克曾3次前往俄罗斯，想要低价购买洲际导弹，把它改造成发射器。然而，俄罗斯人不仅对他百般羞辱，还开出了800万美元的天价。在从莫斯科返回美国的飞机上，马斯克计算了制造一枚火箭所需要的原材料成本。他发现这些材料加起来的价格居然仅为火箭售价的3%。马斯克立刻意识到，只要提高制造和回收火箭的效率，那么它能够大幅降低火箭发射的价格。为此，他在2002年把和 Peter Thiel 一手建立的移动支付巨头 PayPal 公司整体卖给了 eBay。作为最大的股东，马斯克获得了接近1.8亿美元的现金。令人拍案叫绝的是，马斯克把其中的1亿美元投入了新成立的 SpaceX。事实上，他拒绝了早期的外部融资，因为马斯克不想让其他投资人为他的疯狂火星梦亏钱。当时他开玩笑说：“如果你想要一笔钱缩水，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搞航天。”在刚成立的前5年，SpaceX 几乎每天都行走在破产的边缘。公司前3次发射 Falcon 1猎鹰1号运载火箭，居然每次都以爆炸结尾。第一次发生在2006年，因为燃油管路漏油导致起火，火箭在发射仅33秒后坠毁。第二次发生在2007年，因为二级火箭振动剧烈，导致火箭未能进入预定的轨道。第三次发生在2008年，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在分离时意外发生碰撞，导致火箭再度坠海。这连续3次的失败已经把 SpaceX 的现金烧得差不多了，公司账上仅剩的余额只够支撑最后一次发射。祸不单行，马斯克的特斯拉当时也深陷财务危机，濒临破产。在2008年圣诞节前夕，马斯克面临一个极其痛苦的选择：是把剩下的权全部都给 SpaceX，还是被分一部分给特斯拉？如果平分，两家公司可能都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如果保一家，另一家必倒。最终，马斯克咬紧牙关，两家都不想放弃。他把个人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 SpaceX 和特斯拉，并靠向朋友借钱交房租来维持生活。最终，SpaceX 的第4次火箭发射，猎鹰1号火箭取得了成功。它成为世界上第一枚由私人公司研发并成功进入太空轨道的液态燃料火箭。这次发射成功让 NASA 美国宇航局在2008年12月给了 SpaceX 一份价值16亿美元的补给合同，这才真正救活了 SpaceX。
马斯克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孤注一掷的 all in 豪赌风格，正是 SpaceX 能够取得飞跃的核心原动力。从2008年到今天，SpaceX 已经取得了商业化的突破，它的可重复发射火箭业务几乎垄断了全球商业火箭发射的市场。从2017年至今，SpaceX 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为公司带来了额外的长期收入。现在，马斯克的目标是移民火星，而 SpaceX 打造的星舰 Starship 具备将100吨以上的物资和人员送往火星及外太空。马斯克将火星移民定义为人类文明的备份。SpaceX 的角色不仅仅是技术提供商，更是星际移民的规则制定者和基建运营商。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没错，SpaceX 简直就是《异形》Alien 系列电影中大名鼎鼎的韦兰·尤塔尼集团的现实版本。马斯克也被电影迷和科技评论家称为现实版的彼得·韦兰。在异形电影中，韦兰公司比国家政府更有权势，他们拥有自己的宇宙飞船、雇佣兵和殖民地法律。现实中，SpaceX 已经包揽了 NASA 接送宇航员去空间站的任务，并且拥有全球最大的卫星网络星链。很多人认为 SpaceX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拥有星际门票控制权的私营巨头，与电影中超级巨头垄断太空的设定不谋而合。好，让我们回到 SpaceX 本身。公司总部原本位于加州洛杉矶的郊区，是 SpaceX 最核心的精密制造基地。它在霍桑的厂房曾经是波音747飞机的组装地。尽管马斯克在2024年宣布将公司的法定总部从加州迁往德克萨斯州，但是霍桑依然保留着 SpaceX 数千名工程师，也是公司的核心研发基地。那位于德克萨斯州地处美墨边境的新港基地城市 Starbase 新港已经成为了 SpaceX 的大本营。新港拥有巨大的 Mega Bay 组装车间，可以像生产汽车一样流水线式的生产新建宇宙飞船。更为重要的是，新港基地是属于 SpaceX 的私人领地，拥有极高的测试灵活性，是马斯克火星移民计划的起点。这里布满了 Airstream 房车作为员工宿舍、酒吧和高科技生活园区，充满了火星拓荒者的邪典科技感。从加州到德州，SpaceX 的企业文化也从硅谷的软件思维转型成德州的重工业暴力美学。提到苹果公司，你一定会想到它的拳头产品 iPhone 手机。那对于 SpaceX，它的拳头产品就是猎鹰9号火箭。它是全球首款轨道级可重复使用火箭，也是昼夜不停为 SpaceX 赚取天量利润的超级印钞机。猎鹰这个名字致敬了《星球大战》中的千年隼号，九则代表火箭的第一级发动装置有9台 Merlin 发动机。仅2025年一年，猎鹰9号预计完成160次发射任务，这意味着平均每2.3天就有一枚猎鹰火箭升空。单款火箭的发射量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国家和企业的总和。截止到25年12月，单枚一级舰体的最高重复使用次数已突破32次，稳定性惊人。在超过590次发射记录之中，猎鹰9号的成功率高达99.4%，是人类历史上最可靠的火箭之一。可以看到，SpaceX 今年在火箭发射业务的总营收达到了45亿至50亿美元的级别，除去研发和固定摊销，单次商业发射的毛利率高得惊人，在40%到50%以上。公司预计全年整体营业利润能达到30亿至45亿美元，其中猎鹰9号的商业发射是主要的赚钱机器。对于单次的商业卫星发射任务，SpaceX 对外报价达到了6900万美元，而它的实际成本只有大概2000万美元，单次火箭发射就可以净赚4900万美元。当然，如果客户是美国政府或者执行军事任务，那 SpaceX 的报价可以达到9500万美元，单次发射居然能净赚7000万美元，相当的夸张。毫无疑问，如果 SpaceX 可以重复回收再利用猎鹰9号，那么它就不需要每次都制造一枚全新的火箭，而只需要付出燃料和翻新的费用。
这样可以把单次发射的成本从$6000万以上大幅降低到1500万到2000万美元。此外，如果承接的是 NASA 美国宇航局的载人航天业务，SpaceX 更是可以开出天价。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 NASA 的2名宇航员 Suni Williams 和 Barry Wilmore 在2024年6月5日乘坐波音 Starliner 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原计划是执行8到10天的短期任务。然而，由于波音宇宙飞船的推进器出现了技术故障，飞船没有办法载人返回地球。这直接导致2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滞留了长达286天，直到2025年3月14日，SpaceX 发射 Crew 10龙飞船，并且在3月16日凌晨成功与国际空间站对接。随后，2名滞留太空长达9个月之久的宇航员乘坐 SpaceX 的龙飞船，于3月18日安全返回地球。对于这种超高精度的 NASA 载人航天业务，SpaceX 的收费是一次2.6亿美元。真的没办法，除了马斯克的 SpaceX，其他公司根本没办法完成这个特殊的任务。其实啊，商业发射只占了猎鹰9号不到40%的发射任务，剩下超过60%的发射，实际上被用于 SpaceX 公司自身的需求。没错，这就是 SpaceX 的第二大业务板块 Starlink 星链。它是全球首个，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低轨巨型卫星系统。通过数千颗在550公里高度运行的卫星，绕过地面光缆和基站的限制，为地球上任何角落，包括海洋、沙漠和高山，提供高速的无线互联网服务。传统的卫星互联网的高度在36000公里的高度，导致网络延迟时间长达600毫秒。然而，星链卫星的高度很接近地球表面，使得它的网络延迟只有20至40毫秒，网速和地面光纤差不多。截止到2025年，Starlink 在轨卫星已经突破7500颗，得到了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的运营许可。马斯克最近在社交媒体 X 上确认，星链已经实现了自由现金流持续转正的盈利。25年的营收收入将占据 SpaceX 总收入的60%以上，相当的厉害。对于星链业务，它的订阅费是核心的收入来源。根据最新的数据，星链的全球活跃用户数量已经突破800万人次，而且还在持续高速增长中。对于个人 WiFi 服务，每个月的使用费在90到120美元之间。因为全球有很多偏远地区，传统网络覆盖不了，所以对于互联网的需求很强劲。仅个人订阅费一项就为 SpaceX 贡献了超过75亿美元的收入。那对于企业级客户，公司还能收取更高的费用，达到每个月140至500美元，提供优先带宽和24小时技术支持。当然，每开通一个账户，你都需要购买星链套件，包含卫星天线和路由器等。今年的硬件收入也达到了13亿美元。此外，对于航空公司和豪华邮轮，他们需要在飞机和轮船上提供高质量的 WiFi 服务，而星链恰好就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能够提供高利润率的互联网接入。今年夏天，SpaceX 又与美国移动运营商 T-Mobile 联手，打造全新的卫星直连手机服务，目标是让普通手机无需额外的卫星硬件，就能直接通过星链信号连接网络，覆盖传统地面手机网络无法达到的偏远山区、农村等地区。那基于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特殊需求，SpaceX 在星链的基础上，还打造了保密性更高、专门用于监视、目标跟踪和情报收集的星盾 Starshield 服务。政府可以把自己的传感器或者设备安装在星盾卫星平台上，执行包括电子战、情报传输等特殊任务，相当的厉害。在过去2年，星盾服务已经为 SpaceX 收获了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合同，和 Palantir 有的一拼。如果说火箭发射和星链服务是 SpaceX 估值上万亿美元的基础，那么未来真正能让 SpaceX 股价腾飞的，一定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Dragon 龙飞船载人航天项目。我们前面提到过，去国际空间站救助被困的 NASA 宇航员，SpaceX 发射的就是龙飞船。自从2011年 NASA 航天飞机正式退役之后，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就告一段落了。而龙飞船的横空出世，
弥补了这个长达9年的空白。在2020年5月，龙飞船的载人试验项目发射成功，宇航员成功返回地球。到了2025年，SpaceX 已经成功开发并运营了2种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分别是货运龙飞船以及载人龙飞船，分别负责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科研设备和物资，以及将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需要注意的是，NASA 不再像过去那样购买整个宇宙飞船，而是向 SpaceX 购买运送服务。这就意味着 SpaceX 拥有飞船的所有权。更重要的是，通过翻新并再次发射同一台飞船，SpaceX 大幅度降低了单次任务的成本。通过向客户按次数收取服务费，龙飞船项目能够产生高额的利润。除了美国宇航局之外，SpaceX 还开展了专门针对富豪的私人太空旅游业务，帮助有钱人实现太空梦，同时赚取更多的钱。截止到2025年年底，SpaceX 已经完成了10多次 NASA 载人飞行，外加4次私人商业旅行，累计创收高达40亿美元。此外，货运龙飞船执行了超过30次 ISS 补给任务，累计收入达到了50亿美元。朋友们可以看到，龙飞船系列服务已经为 SpaceX 带来了差不多100亿美元的总营收。而且，随着美国政府重启21世纪的星球大战项目，这个数字还会不断的上涨。龙飞船业务固然举世瞩目，然而在几十年之后，奠定 SpaceX 星球霸主地位的，还是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星舰 Starship 项目。它是由 SpaceX 打造的可重复使用、有超重运载能力的全新载人型宇宙飞船。星舰的目标很明确，把人类和物资低成本的送往月球、火星，甚至更遥远的太阳系。实际上，如果马斯克想要在有生之年实现他殖民火星的梦想，那么他就必须依靠星舰飞船来帮他实现这个愿望。和传统的航天器完全不同，星舰将火箭和宇宙飞船合二为一，整合成了一个整体。整个星舰系统高达120米，相当于一座50层楼的高度，最大负载重量高达100吨以上。结构分为上下2个部分，下半部分是超重型助推器，搭载了33台猛禽发动机，负责将星舰推离地面，送出地球的大气层。完成发射任务之后，这个助推器会返回地球，并且由发射塔的巨型机械手臂在半空中夹住回收。上半部分就是星舰飞船本体了，在和助推器分离之后，它会启动自身携带的发动机，把飞船推入既定的外太空轨道中。在飞船的顶部还有一个巨大的载荷舱，可以满载卫星物资，也可以在未来运送多达100名宇航员。作为独立的航天器，星舰飞船可以在真空环境中多次启动发动机。未来飞往月球或者火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任务。此外，它还具备在太空中互相加注燃料的能力，有点像飞机中的空中加油功能。也只有获得了长期续航的能力，星舰飞船才能在现实中进行长距离的星际旅行。当然，星舰项目目前还处在内部测试阶段，离商业化还有1到2年的距离，但差的也不远。在2025年，星舰已经完成了10次飞行测试，成功实现了星舰和超重型助推器的海上软着陆。到了2026年，星舰飞船上将正式部署 Starlink V3卫星，因为能够单次运载100颗卫星，星舰将使得星链的组网速度比现在大幅提升10倍以上。更重要的是，在 NASA 的重返月球登月计划中，星舰是美国宇航局选定的唯一载人登月舱。NASA 已经为此向 SpaceX 支付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费用，并且这个项目还会持续下去。我们可能到2028年看到 NASA 宇航员乘坐星舰飞船，继1969年阿姆斯特朗首次登月之后，再次登上月球。当然，全世界的亿万富豪都有飞天的梦想，星舰飞船在未来肯定也会被用在商业化的绕月旅行项目中，非常吸引人。好，聊完了 SpaceX 的发展历史和商业模式，我们来看看作为股票投资者最关心的几个指标，就是 SpaceX 的营业利润有多高，Price to Sales 市销率，以及 PE 本益比究竟有多高。可以看到，公司在2025年总营收达到150亿到180亿美元，比 Palantir 的总营收要高出4倍。
更重要的是，SpaceX 早在2023年已经实现扭亏为盈，预计营业利润率 EBITDA margin 可以达到20%到30%，作为硬件公司相当的可观。如果我们按2026年 IPO 估值1.5万亿美元来计算，公司在上市时的 price to sales 市销率非常高，将达到50到60倍 PS。如果按照50到80亿美元的净利润来计算，那么估算出来的 SpaceX 的本益比 P/E ratio 预计在180到300倍之间，和特斯拉高达321的本益比差不多，略低于 Palantir 高达452的本益比。毫无疑问，SpaceX 上市之后也会和特斯拉一样，成为股价长期大幅领先于净利润增长的公司。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不可能等到 SpaceX 的股价处于暂时被低估的时刻，而是会长期处于贵得离谱的状态。它的 PS 市销率也会是特斯拉、英伟达的10倍以上。没办法，SpaceX 本身就是星辰大海的叙事逻辑，投资者看重的当然是人类发展太空的无限空间。作为全球唯一的垄断航空航天产业的标的，SpaceX 未来的上限很可能远超英伟达、特斯拉和苹果这些耳熟能详的科技巨头。在 IPO 之前，马斯克牢牢把控着 SpaceX 的控制权，他手中握有高达42%到44%的股份。更重要的是，马斯克有近80%的投票权，掌握了 SpaceX 未来的发展方向。此外，科技巨头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作为早期战略投资者，握有6%到7%的 SpaceX 股份，剩余50%的股份则被 Fidelity、EchoStar 等金融机构、私募基金和早期高管、员工所分享。总体来讲比较分散。到了2026年，SpaceX 公开上市之后，它预计将会增发3%的股份，向市场筹集高达300亿到400亿美元的资金。有了这部分增发股票的稀释，马斯克、谷歌和其他现有股东的权益会略微稀释2.5%到3%，但是影响很小。查理预计，明年 SpaceX 的 IPO 规模可能超过2019年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上市，成为历史上筹集资金最多的 IPO。如果你没能抢到 IPO 发行价的新股，很可能 SpaceX 股价在开盘就跳涨20%以上，大大的高于发行价。就和今年上市的 Circle、Figma 等新股发行的情况类似。如果是查理，我可能会观望半年到1年的时间，等 IPO 上市热情逐渐冷却之后，再根据当时的情况逢低买入 SpaceX 的股票。而且和炒特斯拉股票手法相同，我会留1%到2%的资金作为 SpaceX 的底仓长期持有，那剩下3%到6%的资金就做短线套利的波段交易。不知道各位投资朋友对于明年投资 SpaceX 股票有没有兴趣？请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对这家太空霸主的观点。此外，查理斯穆还将在不远的未来给朋友们带来已经上市的热门太空股票，包括 RKLB、ASTS 的深入分析，请大家保持关注。好，聊完了马斯克的 SpaceX，我们来看看截止到12月22日 CI 投资系统的最新持仓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及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和上期节目一样，CI 投资系统还是维持最大的进攻性，把85%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优质个股上，把剩下15%的资金放在比特币 ETF、IBIT 和 FBTC 上，超短债和黄金的比例为0。可以看到，随着美股市场圣诞节前的反弹，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以及科技板块指数都超过了 CI 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也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那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可以在市价附近买入的股票，分别是 Hims、Circle 和 Dell，他们的买点也在绿色括号内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这是截止到12月22日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可以看到 CI 投资组合持有的非 AI 绩优股，包括设计软件新贵 Figma、波音和 Adobe，依然是涨得最好的股票。查理也会持续持有这些优质的个股。最近这一周，查理依然没有新的交易。CI 投资组合的前5大持仓依然是 Meta 占比44.5%，
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 15.9%，亚马逊占比 9%，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 7.1%，和美图秀秀 Meta 占比 6.8%。接下来 CLI 系统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您想第一时间得到 CL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斯木频道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你对于 SpaceX 未来的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马斯克可以实现他移民火星的梦想吗？SpaceX 在2026年上市的估值能否突破1.5万亿美元？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订阅查理斯木频道。请您多多点赞、分享和评论，让更多的朋友看到专业实用的美股投资讯息。查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鼎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圣诞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周五的节目再见。